人民币又要大跌了。中国高层最近在密谋一个大动作。据路透社最新消息，中国决策层已经在盘算明年让人民币贬到 7.5。这一下可有意思了。之前央妈不是天天在嘴上念叨汇率稳定吗？怎么突然就要放手让人民币贬值了？原来是因为川普要回来了。你看啊，川普说要对中国加征 60% 的关税，这可把中国的当权者们吓坏了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中国高层最近开了好几次闭门会议，就琢磨着怎么对付川普。最后想出来的妙计是什么？就是让人民币贬值来对冲关税影响。这事说起来真是讽刺。你看看他们这些年是怎么玩的。2018年，川普第一次打贸易战的时候，人民币就适时贬值了 12%。这一贬值，美国加征的 25% 关税基本就被冲抵掉了。现在好了，又想故技重施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中国央行已经在计划把汇率从现在的 7.25 贬到 7.5， 这就是 3.5% 的贬值空间。但是最好玩的是什么？就在前几天的政治局会议上，他们还在呐喊着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。这可是14年来头一遭放松货币政策的表态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你们注意到没有？以前每次开会必说的人民币基本稳定这句口号，这次愣是不见了。搞笑的是，现在连他们自己的智库都坐不住了。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上周发了篇论文，建议干脆把人民币跟美元脱钩，改跟欧元挂钩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说白了就是承认人民币已经扛不住了，想换个靠山。国际投行也嗅到了味道。野村证券预测明年5月人民币要贬到 7.60， 30日联更是说，如果美国真征收 40% 关税，人民币得贬到 7.50。 汉亚投资的分析师说得更直白，中国肯定会让人民币贬值，但会循序渐进。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他们想贬，但又不敢贬太快，怕引起市场恐慌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今年9月底到现在，短短2个多月，人民币就已经贬了将近 4%。如果按照野村证券的预测，再贬到 7.60， 那就是整整 5% 的跌幅。你们觉得普通老百姓的钱包能扛得住吗？更要命的是什么？现在外资正在疯狂撤离中国。光是7月份，外资就减持了400亿人民币的债券。为什么？还不是对中国经济丧失信心了？现在再来个人民币贬值，这不是给外资又一个跑路的理由吗？所以说啊，他们现在是进退两难。人民币要是不贬值，抗不住川普的关税；要是贬值吧，又怕引发资本外逃。这不就是自己给自己挖的坑吗？这些年靠着操纵汇率、低价倾销赚的外汇，现在看来是要付出代价了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，经济不行了，就想着靠贬值刺激出口，贬值一来，外资又跑了，经济更不行了。这不是在解决问题，这是在制造新问题。说到这儿啊，大家可能会问了，央妈不是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吗？怎么现在也开始怂了？这里头的门道可就大了去了。我给大家扒一扒央妈这些年的操作有多糟。都说人民币汇率是市场决定的，但你们信吗？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，这完全是央妈在后台操盘。什么离岸汇率、在岸汇率，说白了都是央妈说了算。大家还记得2015年那次811汇改吗？当时央妈信誓旦旦说要让市场决定汇率，结果呢，一看市场往下跌，立马就怂了。为了保期，硬是动用外汇储备死扛。那会儿外储可是从4万亿美元一路跌到3万亿美元，烧了整整1万亿啊！再说2019年那次，索罗斯想做空香港，结果呢，遭遇了一次关门打狗。香港交易所直接暂停交易，20万手空单被闷杀，索罗斯亏了24亿美元。
这背后都是谁在操盘？还不是央妈？但现在不一样了。我查了下数据，现在中国企业的外债规模有多大？你们知道吗？光是房地产企业的外债就超过2000亿美元。那些个航空公司、国企、IU 借的美元债更是数不清。如果人民币真贬到7.5、7.6，这些债务成本能涨多少？我给你们算算账。假设一家房企借了10亿美元债，当初汇率是6.8的时候，这笔债务折合人民币是68亿。现在汇率到了7.28，同样这笔债就变成了72.8亿。你看看，光是汇率变动，这家企业就多了将近5亿的债务负担。如果再贬到7.6，那就是76亿，又得多背8亿的债。更要命的是什么呢？现在那些个有钱人都惊着呢，一看人民币要贬，赶紧把钱换成美元。据麦格里预估，这2年光是出口商和跨国公司就囤积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外汇。你们想啊，这5000亿要是突然砸盘，央妈能扛得住吗？所以我说啊，这次央妈是骑虎难下。贬值吧，国内这些欠了外债的企业受不了；不贬值吧，又扛不住川普的关税。这不就是自己给自己下的套吗？最搞笑的是什么呢？当权者现在还在那装模作样说什么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。我就问问，你是真要让市场决定，还是又想玩点花样？就像以前那样，市场往上走的时候，你说要维护汇率稳定；市场往下跌的时候，你又说要增强汇率弹性。现在好了，连央妈自己都开始着急了，悄悄放开了黄金进口限制，还给了一些银行更大的交易头寸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说白了就是在未雨绸缪，为将来更大幅度的贬值做准备呢。但是大家想过没有，人民币要是真的大幅贬值，对老百姓的影响有多大？光是去美国留学的学费就得多掏好几万，更别提出国旅游、买进口商品了。这还是小事，更大的问题是会引发新一轮的资产价格下跌。你看看现在的股市、房市，那都不叫跌，那叫崩。再来个人民币贬值，那不是雪上加霜吗？说到这儿啊，肯定有人会问，这次人民币到底会贬到什么程度？我给大家捋一捋这里头的门道。还记得1949年的时候，人民币汇率是多少不？1美元能换4.2万人民币，这个数字够吓人的吧？但那时候不要紧，反正中国基本就是闭关锁国，外汇储备还是负的，贬多贬少都无所谓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中国可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，人民币贬个0点几都能在全球掀起大浪。美国银行已经预测到今年年底，人民币要贬到7.38。但我跟你们说，这个预测可能还是保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可不是单纯的汇率问题。先看看产能过剩。现在中国的钢铁、水泥、光伏产能有多大？你们知道吗？钢铁产能超10亿吨，水泥20亿吨，光伏组件产能更是全球第一。这些产能往哪儿去？只能靠贬值往外甩呗。但是你以为其他国家傻呀？欧盟已经开始反倾销调查了，越南、印度都在限制中国产品进口。再看看地方债务，据统计，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已经超过90万亿。你想啊，光是付利息，一年就得几万亿。这些钱从哪来？不还得靠出口创汇？所以人民币不贬都不行。最关键的是什么？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质量越来越差了，制造业在往东南亚转移，高科技被美国卡脖子，房地产又崩了，那些个高端人才都在往国外跑。光是今年上半年就有超过50万人才流失。这种情况下，你指望人民币能保持坚挺？所以我判断啊，这次人民币搞不好要破8。别觉得不可能，2018年不也说保7是底线吗？结果呢，还不是破了。现在他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为了保外贸，
人民币必须贬。但是最搞笑的是什么？他们现在还在拿装腔作势，说什么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。我就问你，你是真想改革，还是想借改革之名行操纵之实？就像那个段子说的，俄罗斯卢布在官方说的挺坚挺，但一到黑市立马就原形毕露。朝鲜更绝，直接跟美元1:1，这叫啥？这叫自欺欺人呗。说到底啊，这次人民币贬值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。靠操纵汇率，靠低价竞争，这条路已经走到头了。像以前那样把汇率当作经济政策的工具，这招已经不灵了。但问题是，除了这招，他们还有别的招吗？所以我说，咱就等着看吧。等川普明年回来了，加征60%关税，看看央妈还能不能守住8这个新的心理关口。反正现在外资已经在投票了，用脚投票。3万亿的外储看着挺多，但经不住这么折腾啊。到时候别说保汇率了，能不能保住金融稳定都是个问题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个死结，汇率崩了，经济就完蛋。想保经济，汇率就得崩，这样的恶性循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